跟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样，我也是刚刚知道这辆车的一些基础的信息。咱们今天就一起来盘一下这辆车。那这辆车是什么呢？领克首款纯电车型，而且一上来就是个旗舰，它叫做领克 Z10。其实这个车，我很早之前就在盐城的试验场见过这辆车了，有一点伪装。我当时就想，哎，领克怎么造了2辆轿车，一长一短，车头还长得差不多，但是其实不一样啊，所以我就等这辆车等了很久，它终于来了，领克 Z10。你能看到整个车又是一个又宽又扁又长的低趴的运动风格的状态，毕竟领克也是一辆主打运动基因的车。据他们官方所说啊 ，Z10它是跟 The Next Day那辆概念车在设计上最相似的。这是领克他们家族的日行灯，其实之前都是一个树杈样式的，现在它在 Z10上啊连接的那个光线变成了4个条状的灯光。这说灯光也不严谨，因为它并不能亮啊。我有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会做成这样？他说，如果白天的话，其实这个标识非常明显；如果是晚上的话，这4个再亮起来，那个光晕就会糊成一团，所以他们纠结下来，还是这2条平行的更简约、更帅一点。那底下呢，他们这个大灯组，你看这么薄，也就2厘米，所以他们在大灯的选用上也是用了指定的供应商，然后成本也非常高。像这种灯光斑点啊，还有这2个日行灯，它都是256色的 RGB。领克 Z10全车总共有850多个 RGB， 全都是256色啊。它可以非常炫酷的去做一些灯光的变化啊，但是因为今天是试装车呢，暂时拍不了那个功能。那车头这么宽，车身又不到1.5米的一个宽度，车宽啊接近了2米，一个硬朗的姿态下，它的风阻系数却只有0.198。这个我就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做的，其实就是一些细节的优化，没有水切的这个车门，包括隐藏式的门把手。虽然他们不告诉我配置啊，我也不知道这车是个什么样的具体的硬件信息，但是我们盲猜一下，现在吉利有的动力储备，那肯定得是浩瀚架构。那他们目前比较牛的啊，电机310千瓦的那个后桥电机，金砖和麒麟电池。对吧？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些数啊，当然这不是他们跟我说的啊，我全是根据我经验猜的。然后大家可以跟刚刚过去的发布会去验证一下。我们身边这个高配车型，这个橙色的卡钳，然后21英寸的刀锋式的米其林 PSEV 电车专用的一个运动轮胎。只有我整个车我最喜欢的角度，你走过了，去45度角，这个车特别修长。它一个溜尾加一个双色的车身，而且它是一个。不用管它啊！而且它是一个短前悬、短后悬的设计，去尽可能的把轴距的空间给到驾驶舱。其实像这种的布局的一个挑战，就是它非常容易把车造的臃肿。但这辆车就还好，这辆车就非常帅。而且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块双色车身，这儿有一个这样的过渡，然后你能看到腰线从一个柔面变成一个硬朗的线，这工艺难度挑战特别大。真的特别大。然后纯电车它这边就是它的那个充电口嘛，交流口、慢充口。因为具体的数据包括电池信息我们还不知道，对吧？先不说它，但是双腔空调肯定得有。你就想它兄弟嘛，新款的极氪001有什么好东西？我觉得它都少不了。我们身边这个车它的标准离地间隙啊是不到一个 iPhone 15的一个高度。假设它能向上举升4厘米，这么多，所以你开电车还是要小心一点啊。尾巴它这个侧面造型跟领克07是有几分相似之处的啊，但是因为它的车长更舒展，所以它的流线型也就更好，而且有一个硕大的可调式的电动后尾翼。这个尾翼能在70公里时速的时候自动开启，在30公里时速的时候自动关闭。然后它的后备箱的开启按键是在这个 O 里边啊，开这个，然后能看到，虽然官方没有说后备箱的容积具体是多少，但是说了，这个后备箱的容积是要比武器还要大的，而且这个开口高度，你看我身高180，能看到它这个大概也就不到2米的一个高度，加上这个地台啊，大概1米左右，在搬箱子的时候也会方便一点。然后后备箱有一些小槽点，一个是我没找到挂钩，那实用的挂钩；第二个就是12伏的点烟有一个供电啊，如果有一些车载的用电器走它也没问题。但是这儿
对吧？你的胞兄007正在给客户加这个盖板，所以咱就省了后期去升级硬件的这步，毕竟你是旗舰车，对吧？这儿打开之后，你能看到这儿有2个气瓶，空悬。OK， 外观基本就聊这么多，我们现在进车内简单过一圈。OK， 各位家人们，我们来上车。手放到这儿，它门会自动开，当然你也可以去拉啊。然后前后排呢都是单层的玻璃。来，我们上车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Z10的一个内饰版本，它的外观有3种颜色，内饰有一深一浅2种颜色。我们今天这是一个浅色内饰，那还是老样子啊，从上往下，从左往右去给大家第一视角过这个内饰。首先往上看，麂皮底儿，手感还不错，绒绒的，吉利的老传统。墨镜式的遮阳板，然后里边有一个灯，前方是一个等效视距4米啊，也就是26英寸的 AR HUD， 下边是一个12.3:1的一个仪表，主打一个简洁简约，我把关键信息给到你就可以了。那你在 AR HUD 和在这个15.4的2.5K 屏幕里边都可以去看到你车更多的信息。然后中间隆起的这是哈曼卡顿的音箱，中音喇叭、空调出风口融合在一起。Z10的音箱是23扬声器，功放1600瓦，7.1.4声道。用了 Vanos 环绕啊，我刚才听了一下，效果非常非常震撼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。有左边和这边都是氛围灯的一个灯带，还会有一些相应的功能展示。往左打，它就会往左转，然后甚至你在听歌的时候，它的音乐随动啊都会随着变。方向盘手感非常好，据说他们这个方向盘为了这个造型已经经过了10轮的研发，那个它尺寸其实是偏小的。往左，哈曼卡顿的音箱不聊了，物理式的外后视镜调节，推杆式的车窗调节按键啊，然后在底下呢，这个是电子开门，但是不用担心啊，它在这儿也有一个物理开门键，你只用去拉就可以了。你不用担心这种电子按键的门打不开。然后它这个方向盘呢也是物理调节的，相对来说我更喜欢这种便捷啊，对吧？你或者你再高级一点，你给一个那种电子的拨杆，也会比屏幕里调。然后这个车机它会用 Flyme Auto 车机啊，就是跟魅族合作的那个车机，你可以跟你的魅20、魅21做一些车手互联的联动。但是这次它还不是一个最终呈现的版本，我们先不聊。底下是一个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面板，而且是带散热的单侧。这边是一个杯架，打开这个你能看到，喂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口红吗？哦不，这是香薰，但是长得跟口红好像啊。然后上边是一些极客的 logo。2个 Type C， 一个27瓦，一个60瓦，都给你标出来了。整个车目前能摸到的地方啊，都是软质的包裹。然后这儿是一些带有纹路的装饰啊，这个纹路的装饰面板不见得比软质包裹便宜。刚才说了，领克08的音箱非常好，但是据说 Z10的音箱会比领克08的表现还会好。哈曼卡顿跟领克的合作都是从白车身就介入了，就比如说他把这个音响布置在这儿，其实就下了非常多的功夫。因为领克 Z10它整个这条边梁是2000兆帕的那个高强度钢，同时里边又有线束，然后它又把音响放在这儿。其实对音响的权重已经非常高了，效果非常好。我刚才听的渡口，听的有声书，就你能听到那个飞机从这儿飞过来，绕过脑袋后边一圈，然后又飞走的这种感觉。而且你主驾也是哈曼卡顿的喇叭啊，为了导航啊、语音啊，不跟其他的乘客去做一个干扰。然后说到这个座椅，就是普普通通的 Nappa 真皮座椅了，上面有一些打孔，然后座椅通风、加热、按摩都是齐的，前排还有可以往前调的腿托。我觉得这种 Nappa 没什么说的了啊，这个中国品牌旗舰车标配。那基本目前前排能聊的啊就这些，我们现在去后排，前排调整我的位置，好吧？
好，我们现在就在领克 Z10的后排了，前排是我的位置，我身高180啊，这个81.5啊就省了。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整个后排的座椅非常软，而且跟前排对比还挺明显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体感的原因，就非常软。然后它是往下陷的，可以很好的去把你固定在这个车座上，头部空间大概4指，客观一点。那前排的空间毕竟是一个中大型啊，这个我觉得这个距离就没得聊了，这个非常方便。然后脚部空间，对吧？脚部空间，后边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，有一个 Type C， 一个 USB， 然后头部这个大天幕。这天幕是真的大，接近2平米的一个天幕，一个熏黑的处理，你能看到在细节上还有这是极氪 X 同款的，大家都说好，所以集团都用这样啊，只不过这是领克的车。哎，这个摇下来之后，毕竟是个旗舰车，后排的座椅通风按摩都是齐的啊，所以这是你即便坐到后排也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。但是这个车它不是一个老板车，它还是适合自己开的一个车，就是跟其他竞品一样，定位一个中大型偏个性的一个纯电旗舰啊。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工程车的原因啊，这个其实可以阻尼稍微优化一下，我能感受到是有一些阻尼，而且这儿是有个磁吸的，但是可以做得更紧一点。那后排基本就这些，好吧，就这些。那因为今天呢，它的3电信息、它的底盘信息都是保密的，我们都暂时不知道，所以就相当于外观内饰简单的体验一下。然后关于价格部分啊，因为它定位中大型轿车，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中大型轿车都有谁，对吧？我可以把这个画面放到这儿，所以你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什么价位？它卖多少钱合适呢？我先盲猜一手价格，它的起售价肯定在28万，应该是28到35。我先这么猜一手，好不好？到时候就看预售价是不是这个数了。那这里是电动车公社，我是华不里，咱们之后能把它开起来的时候再见。毕竟这个车跑起来才是真的帅。下班。